各位住在新加坡的朋友，赶紧去检查一下你的 PayNow NRIC 绑好了没有，或者翻一翻你的 SP Services 账单。为什么？因为2026年的福利大考即将在4月份正式拉开序幕。我知道很多朋友会问，阿明1、2月份不是才发过 CDC 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吗？怎么4月又要发？没错，1月份发的那叫开年红包，而4月份的补贴是2026财政预算案中真正的对冲基金，用来应对今年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要知道2026年是政策的深水区，碳税跳到每吨45新元， CPF 缴交上限提到8000新元，连房产年值也被重新评估。这些变化让很多人感到生活压力倍增，再加上新的隐藏规定，如果忽略了这些细节，你可能白白错过补贴。今天的视频会带你拆解4月份的3大补贴，告诉你谁能拿、怎么拿以及如何避开错误。更重要的是，我会解释为什么补贴的逻辑在2026年改了。如果你想直接看领钱攻略，可以跳到视频第3部分，但如果想真正理解这些政策影响，建议你耐心观看第2部分。在聊具体拿多少钱之前，阿明的先带大家看一个关键数据：新加坡政府的精准财政分配。根据2026年的预算案报告，新加坡今年的总支出预计达到1100亿新币，这个数字几乎是东南亚许多国家好几年预算的总和，其中有整整41%，约450亿新币，直接投向了医疗补贴、教育资助和家庭津贴等社会发展领域。为什么这么多钱我们感觉不到？这就涉及新加坡精准再分配的逻辑。新加坡的原始基尼系数在贫富差距标准上本来不低，约 0.45， 但经过复杂的财政操作后，这个数字被硬生生降到了 0.37 以下。阿明带你快速拆解这个搬运过程。政府通过收取企业所得税约380亿，从高净值人群那里又通过房产印花税和奢侈车税刮出了一笔钱，然后精准分配给HUB住户。有老人孩子的中低收入家庭，像你今年收到的 YouSave 补贴，实际不是政府印的钱，而是高能耗企业和富人支付的对冲资金。这种分配模型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仅维持了社会稳定，还让财政发放有目标性，提升效率。了解了这一层逻辑，你就能明白接下来我要讲的3笔钱为什么领取门槛越来越明确。好，咱们直奔主题，看看4月份到底哪3笔钱会自动入账。第一笔 YouSave 水电费与 SCC 杂费回扣，这是覆盖面最广的一笔钱，只要你是住在HUB的新加坡公民家庭，你就能拿。但2026年的数据有个反常点，今年的补贴力度是常态化的 1.5 倍。如果你住的是1到2房室，4月份大约有190新元入账；如果你住的是3到4房室，大概是150新元到170新元左右。为什么今年给这么多？阿明提醒你，因为2026年新加坡的碳税已经正式跳涨到了每吨45新元。政府算过一笔账，电费涨价的压力如果不提前对冲，4月份开始你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特别提醒，2026年有个新规定，如果你的HUB现在是整间出租状态，并且没有向HUB报备，那么系统会通过大数据监测你的水流量和用电量，一旦发现这套房子没人住，或者住的人不是户主家庭，这笔 YouSave 回扣会被实时挂起，甚至会被追讨。千万别为了省点杂费去挑战系统的审计逻辑。第2笔 HCG 居家看护津贴，这笔钱是针对家里有老人或者有需要长期护理家人的朋友。从2026年4月起，这个津贴正式从每个月的400新元跳升到了最高600新元，一年多拿2400新元，这可不是小数目。但这笔钱后面藏着一个硬核规定，领取人的账户必须关联 SingPass， 并且要定期通过政府指定的看护课程核验。政府在2026年的思路变了，他发现盖养老院太慢了，所以他把钱给你，让你把家里变成微型养老院，但这笔钱必须专款专用。如果你领了钱，老人却得不到好的看护，一旦被社区巡查员发现，不仅钱要退回来，你的信用分也会大打折扣。第3笔 Child Lives Grants， 家里有小孩的朋友注意了，虽然大规模的现金发放可能在下半年，但4月份是一个重要的系统确认期。2026年起，政府更倾向于发放数字定向货币，这500的积分会直接发到你的 LifeScape 里，
它不是现金，你不能去超市买烟买酒，它只能用在特定的教育课程、医疗体检或者指定的辅助教材上。阿明建议大家4月初一定要登录一下 LifeSG， 确保你的账户是 active 的。很多人就是因为账号长期没登录，钱发下来了，却不知道最后过期作废。讲完好消息，阿明必须给你们泼一盆冷水，因为2026年的几个规则变动，可能会让一部分人领不到，甚至倒贴。第一个坑，房产年值 annual value， 这是很多中产家庭最容易忽略的一点。由于2024、2025年新加坡的租金暴涨，政府在评估房产年值时，很多人的 RV 已经越过了临界点。大家记好两个数字，21000新元和31000新元。如果你的 RV 超过21000新元，本该拿的850新元 XTF 现金补贴会直接缩水到450新元。如果超过31000新元，你可能1分钱现金都拿不到，只剩消费券。觉得你的房产年值被高估了，阿明建议你赶紧去 IRS 官网申诉，降低一点点年值，可能轻松拿回几百块现金补贴。第二个坑，银行绑定的问题。2026年新加坡已经全面禁止支票派款，所有补贴都通过 PayNow NRIC 发放，请注意必须绑定你的 IC 号码，而不是手机号。很多人错绑了手机号，结果钱卡在系统里，变成要跑到民众俱乐部刷脸取款。别再让福利变成负担，趁早核对绑定信息，抓紧实现自动到账。聊了这么多关于钱的话题，阿明最后想跟那些已经在新加坡或者正准备留下来的朋友说点心里话。你看2026年的新加坡其实正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转折点，全球经济都在动荡，能源价格不稳定，老龄化压力像山一样压过来。但你看新加坡是怎么做的？他不是在搞口头承诺，也不是在搞宏大叙事，他把所有的挑战都拆解成了这一个个精确到几块钱几分钱的补贴，拆解成了450亿的社会预算。这种发钱的逻辑其实就是新加坡的系统确定性，它让你知道只要你在这个系统里合规生活，只要你愿意努力工作，政府就会用最先进的算法和最庞大的财政储备帮你兜住底。他给你发 USave 是希望你别为电费发愁，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他给你发 Skills Future 补贴是求着你学 AI， 别被时代淘汰。他给你发居家看护津贴是想保住你家庭的温情。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福利是画大饼，但在新加坡福利是精准对冲。所以4月份的这几笔钱，请大家一定要拿稳，这不是政府给的施舍，这是你作为一个合规社会成员应该得到的系统红利。最后，阿明给大家几个实操建议：一、今晚就登录 SingPass， 检查 PayNow 绑定状态和你的房产年值；二、还没下载 LifeSG 和 SP Services App 的，赶紧装上；三、别只盯着那几百块现金，看看政府求着你学的 AI 课程，那才是你2026年以后最大的资产。你觉得今年的补贴力度够大吗？或者你在领钱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麻烦？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阿明交流。咱们一起在这套精密的系统里过得更好。如果你觉得今天的信息对你有用，别忘了点赞转发，让更多在坡的朋友看到。我是阿明，带你看透新加坡的底层逻辑。我们下期见。